安氏亏损状况之下，当然有需要外来的资金。中国的文泰企业把它买下来，但是荷兰完全就是抢夺方式。后来经过调查，张学正并没有泄密，但是很明显的，因为转亏为盈赚钱了，想要将金鸡母抢过去。中国当然协助张学正反击，不准他出货。10月7号，原本说大家已经都谈好了，让张学正回去当 CEO， 但是荷兰这家公司又反悔了。中国一定要协助张学正力争到底，不然的话此例一开，如果说其他企业有样学样，那中国跟欧洲以后是没有办法做任何交易。11月4号，我们当时才报道说，中荷双方不是签下了这个协议吗？中欧稀土的相关协议。那么这个协议呢，现在却遭到荷兰临阵的翻脸了。原本协议的内容是说，11月7号开始，这个前执行长张学正可以恢复职位。刚刚说了。这个荷兰突然间翻脸了。最新消息，荷兰说了，张学正不能再担任执行长。还不止如此哦，他还说，依照10月7号当时的法庭裁定，不止他不可以担任执行长，而且还要暂停他担任董事的职务。另外，继续死扣安氏的控制权不放。北京震怒了，他说：“你这样做是伤害中企的权益，你这样做，我们接下来会展开报复，这个后果是要自负的。”节目一开始要请教将军。怎么看了荷兰这一步反悔？它是蓄意的还是临阵的反悔？中国接下来如何请国家之力来帮助张学正报复呢？以后其他的国家还敢和荷兰这个海盗国家做生意吗？将军怎么看？我想说这件事情，我们还是要回溯一下整个事情发生的过程哈。安氏是一个半导体公司，它做的是车子的晶片，大概每一辆车子大概会用到600片的晶片。它这个晶片其实是不是很先进，也不是连成熟制程都谈不上哈。它甚至于这个荷兰称它是一个鸡饲料的一个晶片，就是它很便宜，大概每一片晶片原来的售价才25分美金而已哈。那最近是涨价了，涨了4倍到1块美金，那也是因为供货中断，所以你看它25分美金一片，事实上不是很贵的，可是它就是关键性的车辆必须要用的一个关键性的一个晶片哈。那荷兰的安氏原来做这个晶片，但是由于它经营的不好，所以造成亏损。在这样亏损状况之下，当然有需要外来的资金。这时候文泰文泰这个企业，就是中国的文泰企业，也就是张学正的这种企业公司，就把它陆续把它整个买下来。那这样的话，当然 CEO 应该就是由张学正来担任嘛，董事长，因为他本来就是我出了钱把这家公司买下来。但是这个荷兰完全就是抢夺方式，他借着一个什么理由呢？大家听一下，你觉得这个理由是合理可以去把人家企业抢下来吗？而且不是说是企业把它抢下来，是荷兰政府在荷兰政府协助之下把这个安泰抢下来。他用了什么理由？就是说这个你现在这个张学正泄密给他的把这个制造的机密泄露给他自己另外一家公司叫做鼎泰匠心的这家公司泄密过去。事实上后来经过调查并没有，因为事实上这个张学正在这个安氏这边还买了50台的机台，还在这边加大成本投资而且来讲的话，他在这个鼎泰匠心那边所有权这个董事会投票的时候，他也投了弃权的票。所以由上述的证明来讲的话，这个张学正并没有泄密的一个事实。但是很明显的这件事情，就是因为他转亏为盈赚钱了，所以说是荷兰借着所谓国家安全当作以他为幌子这个想要将这个金鸡母抢过去。那现在后续是怎么发生的呢？后续来讲的话，那当中国是不可能接受这种事情。可是这个公司很特殊的，它是设计或招牌是挂在荷兰的然后晶片生产在那边生产，但是后续来讲封装是在广东的东莞来做封装，也就是说，在荷兰晶片做好以后，它必须要送到中国来做封装。那如果中国不让它出货来讲的话，你就卖不了。那之前来讲的话，中国当然协助这个张学正来做反击，就是说不准他出货这个封装完以后，在我中国封装，我就不准你出货。那这下子造成全球的所有汽车产业一阵慌乱当然，在10月7号。原本说大家这个和谐了大家已经都谈好了，让张学正回去当他的 CEO， 但是没想到荷兰这家公司又反悔了。他现在做什么呢？他晶片不交给东莞这边来封装，你就没有封装。但是他忘了一件事情，
东莞这边封装厂里面，它有库存的晶片，它照样可以做封装，照样可以出货哈。然后之后来讲的话，后续来讲，事实上它不是很这个精密的晶片，所以中国包括到中芯国际干嘛都可以制造这种晶片，那只是后续来交给安士来采购。所以现在来讲，我觉得荷兰来讲的话，这把亏真的是吃大了。然后它后续它可能这个中国来讲的话，直接这边可以供货给在中国设厂的这些汽车产业来讲的话，譬如说是大众汽车哈，这个奔驰等等，它在中国有设厂，它就将这些货给他了嘛，而且是用人民币交易，所以我觉得这件事情对这个中国一定要协助这个张学正力争到底，不然的话此例一开的话，那对欧洲以后的贸易，如果说其他企业有样学样来讲的话，那中国跟整个欧洲以后是没有办法做任何交易、做任何生意的。是好，张军特别帮我们提到说，中国大陆的政府包括了这一次可以说是请国家之力来协助安士，有一个重点的一个地方可以看出来，就是中国这一次出的狠招，就是它的稀土的，它的关键的杀手锏，怎么样来限制住欧洲的稀土？我们要来看到它最新的出招哦。欧盟的委员他最新已经说了，他说我们给中国已经有2000件的这个稀土申请案，当时是透过这个叫做稀土特别管道和中国建立良好的关系，希望能够申请到，没有想到中国大陆这一次是慢慢的做稀土的审查，到现在中国只批准了一半，而且还有一半都还没有做批准。现在欧洲的企业真的是人心惶惶了，因为很多的车厂再拿不到晶片就要被迫停产了。欧盟私下就认了，说确实是这样子的，短期内没有人可以逼得了中国针对稀土来做松手，所以呢，欧盟内部大乱，传出有人就开始怒轰荷兰的政府，给政府不断的施压，说你再不放行安士给中国，欧洲就要崩盘了。我们看到这个是中国大陆的强硬手段，针对于欧洲国家，但是另外一头，荷兰似乎也没有要松动，却是听美国的话。这次美国出手了，荷兰才稍微态度放软。我们来看到荷兰的经济事务部最新紧急声明说，这是最新消息，今天的新闻已经收到了中国和美国就最新的贸易协议通报。荷兰表示欢迎中国恢复对安士中国厂的供货。金长也说了，中国的供应至欧洲和世界的晶片将会在未来几天之内就会送达给安士的客户了。所以接下来要请教杨老师怎么判了。中国这一次用出的就是慢慢去审批这2000多件的稀土案，是它的杀手锏吗？现在欧洲到底有多慌张？最讽刺的事情是，美国一出手，荷兰就立刻听话了。他只会听美国的话，是这样吗？杨老师怎么看？他只会听美国的话，在这个世界上，他根本就是个走狗。其实荷兰呢，我非常替他惋惜。你知道，16世纪的时候，荷兰根本就是世界霸主。我们今天所看到的这些股市、金融体系，都是荷兰那个时候所创建出来的。各位要知道荷兰还有 Netherlands 这两个其实这个地理范围不一样哦。Netherlands 是这个国家的名称，因为我们通常把它叫荷兰，可是事实上荷兰只是 Netherlands 里面2个省份，而那2个省份叫荷兰，在整个16世纪的时候，它是在全球贸易的主导。然后一直到现在为止，他在欧洲的角色都很关键。就没有想到，你看他在这个事情上，因为美国9月份通过的那个50%的穿透关税，2个礼拜之后，荷兰的经济部长就开始对安士半导体下手，因为安士半导体是文泰科技拥有100%的这个持股的，那本来是要倒掉的，几百亿美金把它买下来，然后呢，把它引进更多的客户，尤其中国大陆的这些需求引进来。那由在英国跟德国的这个制造厂制造，然后呢送到了中国大陆东莞的封装厂，80%送到那边。可是你知道那个封装厂每年做多少颗半导体吗？800亿颗，很夸张因为一个车子至少要用500颗，电动车要用到1000到2000颗，如果是智能车，可能用到2000到5000颗，所以它这个量的需求非常的大。那这个跟国家安全有什么关系？我跟你讲，没有车子做不出来才影响国家安全呢。可是现在，美国不是跟中国谈好了吗？然后呢，荷兰还是就做这个动作，出尔反尔。我个人觉得，我还是希望中国大陆采取更强硬的手段，而且要搞清楚，第一个是美国，然后是荷兰政府，
然后才是那个安氏半导体。安氏半导体里面有一些它的就是当地的这些雇员管理阶层的开始集体叛变，然后把这个所谓就是执行长的一些怎么做的有没有的东西，但现在知道有些根本是假的，然后呢要把他赶走，让他们以及荷兰政府取得这个控制权，这不就海盗国家？这不就国有化？那你这个接下来你做出来的东西，你送到哪里去封装？我觉得中国第一个你要不要针对美国？你说你这个50%的穿透关税，你要告诉荷兰政府，否则我不跟你签。你稀土延后1年没有这回事，态度一定要硬起来。针对荷兰政府呢，也一定要采取反制的措施。针对安氏半导体，我觉得更简单，谁敢现在帮安氏半导体供货，我就断他的稀土来源。我们所有的中国的企业不准再接他的单，不准买他的产品。那你觉得他会不会怕到？会。不然我跟你讲这个是会野火燎原的，因为有几千家在中国在全世界拥有持股过半的这些公司怎么办呢？将来随时被人家抓起来，就当这个等于是来欺负你吗？中国大陆一定这方面要强起来。好，刚刚老师帮我们特别讲到了说这个稀土是杀手锏嘛，所以如果哪一个国家敢对中国反抗的话，那是不是就来断稀土？那首先就会看到说会不会断的先是几个国家，包括德国跟英国。原因是因为德国跟英国在安氏在这2个国家都设有制造的基地，北京不可能从这几个国家先出招。等一下来请教张将军。另外我们来看到因为稀土断了，有一些后续的影响，我们稍微统整一下美欧日汽车产业的冲击。首先是德国的汽车零件供应商紧急的现在赶快跟中国做这个洽谈，施压荷兰。另外就是德国的汽车零件的巨头采埃孚也说了，正在和中方谈判，确保晶片供应的稳定。其他汽车包括了 BMW、宾士、福斯都已经暂停了，他们靠的就是库存来勉强的生产，包括了日系车厂Honda、本田部分的海外工厂被迫减产甚至停产。那么日产、尼桑、九州厂的这一些畅销车款已经确定了部分来做减产它的休旅车。其他包括了零组件的厂商来自于日本、欧洲跟南韩，也都使用安氏他们的晶片，全部都会受到波及。接下来北京可能先断了哪一些国家的稀土来处理这样子的问题呢？面对这样的问题，欧洲国家有没有可能持续向荷兰来做施压？张将军又怎么看？我认为这个是复合因素，这个复合因素会让荷兰来做政策调整。那我认为有3个。第一个，在10月30号的时候 ，APEC 在韩国釜山召开，这个川普跟习近平也在那边讲过，这个达成一个共识，这个贸易战呢要延缓1年，大家又降了这个双方的税率，不管大豆也好，这个芬太尼也好，对，还有是相关的税率都向下做修调。换句话说，贸易战是走上缓解的趋势了，不然大家不会彼此。中国大陆也把这个门打开了，美国也把门打开了，这很清楚了。那美国对荷兰的常备管辖的影响力也要下降，因为这个两个巨头都碰面了，也达成了局部的共识了，那相关的政策就要下面做一些相对的、相应的调整。我认为这第一个。第二个，我们来看晶片它是有急迫性的。汽车，你不管传统的汽车、这个油电车，或者是这个自驾的，都需要晶片，或多或少这样。尤其是我们知道这个仪表板也好，还有空调更需要晶片，因为现在越来越精密了。那到现在为止他们还找不到替代来源，所以安氏的这方面的晶片的供应，这个有它的急需。那你这样的话会造成他们的需求性的压力，他有需求，那中国大陆这就是他，那你有需求，我中国大陆是供应的，那我在这方面我就掌握了主动权。第3个，最后一个我们来看就是中国大陆可以拿稀土做条件，那以稀土的松绑的需求来解决荷兰、意大利、法国、还有英国、还有荷兰这几个国家对稀土的需求，要不然稀土被抓住之后，不是汽车业，包括光伏，包括医疗的设备。包括医疗设备，也包括了电子产品，都会受影响那这样的话是牵一发动全身。所以我认为，因为这3重的方面的条件，这个荷兰
它会做调整，要不然会不是光影响荷兰，影响到其他周边的国家。中国这一回要强势的反攻了吗？尤其针对了晶片市场，欧洲现在是在求中国来帮忙啊！晶片寒冬也要全面来袭。今天的开场3个火线话题会请来宾来帮我们做解答的。第一题，张学正这一回王子复仇记全面启动，他会怎么样来整顿？等到回到安市之后，会怎么样来整顿内部？而当初联手捅他的3位外籍高层，他会怎么来做处理整顿？会把他们给fire 掉吗？张学正当初是如何辛苦接手安市，将他整顿从一个不赚钱的公司变成今天的金鸡母，如今又被荷兰抢去，他吞得下去吗？第二点，习川会才刚落幕，川普都不想要再搞这一出戏了，针对安市的戏，川普不想要再玩了，为什么荷兰还是如今要硬碰中国？底气，荷兰的底气到底来自于哪里呢？第3点，我们要来关心到的是，确实这样子的安市风暴已经持续的扩大，已经波及到的就是欧洲跟日本的这一些车厂，现在已经确定了日产会来减产它的部分的汽车，欧洲的整体汽车供应链冲击到底有多大？这一场风暴持续进行当中，今天我们都会一次的来做解读，来看到中核的安市之战哦。原本以为川习会结束之后，中美已经默许恢复安市的贸易，11月1号的时候，我们可以看到当时中国的态度也是转为和缓。他说，中国商务部宣布要恢复对于这个晶片的出货，没有想到我们来看到的是，才过3天而已，11月4号，中核现在是传出来有签了这个协议，叫做中欧稀土与半导体供应链临时的协调纪要。那么协调的主要是在人事跟产能上面有了重大的一些突破，包括特别承诺11月7号前何方同意恢复中国籍的前执行长张学正的职务，11月13号前会解冻总部资产跟中国的业务的授权。但是现在外界比较关注的消息，就是有关于大家最在意的这一场股权的控制权。荷兰在这场协议当中并没有提到任何的字，也代表荷兰现在还不愿意放手。来看到，所以这个消息一传出之后，当天的下午，也就是同一天哦，11月14号这一天，我们来看到中国商务部就特别点名了，他说10月26号的时候，荷兰单方面的终止供应链晶圆，导致中国的生产线停摆，才会造成这一场全球半导体供应链之乱。外界也普遍认为了，当初啊为什么会有这个安市之乱，就是因为当时安市内部有3位高层，他们都是外籍人士哦，被指就是他们让张学正下台的，包括他们的法务官、财务官跟营运官。因此这一次张学正回国，大家就在看他会怎么样来处置这3名的这个外籍高官，被视为是一个王子复仇记。他要夺回的不只是职务而已，而是被荷兰夺走的中国晶片话语权。赖老师怎么看？我觉得张学正背后有中国的政府的支持、国家的支持啊，所以他的底气很够。那换言之，也就是说，这场战争不只是他个人的战争。也是汽车晶片的战争，中国要掌控有全世界的汽车晶片的主控权。另外一个部分里面，那当然也是公司跟他个人的战争嘛。我们很清楚，因为我记得我当初最早大概在1991年我到法国去读书，那个时候我们台湾的这个手提电脑正在兴起的时候，台湾的3C 产品正在起来，台湾有很多的跑单帮的或者有很多的厂商，他们就到荷兰去试点我那时候也有几个朋友他们是台大也是电机工程毕业的，也是在这个电脑工作了一段时间。他们本身也带了一些厂商的代表，也包括了台湾的后来著名的企业我们不讲名字他们都到荷兰去。在跟荷兰交手之后，就体会到最重要的一件事情，就是说。因为荷兰人在欧洲人来讲被著名的小气，没有诚信，会吃掉人的东西他们在欧洲是非常有名的，所以他们基本上来讲跟荷兰人做生意都是一手交钱一手交货没有什么信用卡的，也没有什么一定就是我电脑给你多少，我钱要收多少，而且要收的是现金。这个就是我最早在30几年前在欧洲的时候，跟我的朋友们，他们对于跟荷兰人交手经验中最深的体会就是荷兰人很不可靠，
他们的最深的体会是这样。那现在发生这件事情，坦白说，我一知道的时候，我并不意外，因为我马上回想起，30-40年前我们的台商在荷兰所遭受到的待遇，他们说一不小心就会被他们吃掉，他们是很狠的啊。那这样的一个情形，我们看到在这一次他们也想把这个安氏把它吃掉。那当然背后查出来的是美国，啊，因为中国大陆很早就放出这个足够的证据跟讯息，因为在荷兰法院在审判的过程中，有很多都是跟美国有关的。我相信这次在吉隆坡的会谈跟在这个韩国的会谈里面，应该是有可能极有可能有谈到这个部分。是。那很明显的，美国也知道这个问题也会涉及到美国的汽车厂商，因为你也知道，在晶圆这个部分，最后的封装跟封测是在中国做的。那一旦晶片进入了中国，那出不去的话，对于美国的厂商，现在日本的尼桑已经直接讲了，它已经停止这个生产制造了，因为晶片没有进来，也影响到欧洲的汽车厂商这么多，也包括美国的厂商在内。那对中国大陆来讲，它就有一个最终的，就有点像稀土的这个关键的这种杀手锏在里面。是，虽然你的前端都是在荷兰做，但是最后的这一端是在中国做，中国不出来你也没用。那我想在这样的一个较量中，美国也知道，也影响到他自己的汽车业，而且也吃不下，因为中国就是用稀土，用各方面来跟你打。对。那最后荷兰撤，我个人认为张学正上来了以后，这3个人都要开除。哦。没有话讲。因为没有什么理由，因为在欧洲做生意在跟西方人打交道大家是比狠的。你不狠，你软，人家你不狠，你以为你是宅心仁厚，在西方人的角度来看的话，是你软弱，你不行。你有本事你就把他们干掉。我觉得本来就应该要干掉他们，3个人一个都不留，而且他们的派系的人，所有全部都要马上即刻清理东西，滚出去。我想这是张学正首先要做的第一件事。是好，所以张学正上台之后，很有可能就是立刻的开除这3个外籍人士大家把他视为是叛乱分子。那么我们之后就是要看张学正的动作。我们也来稍微回顾一下为什么张学正他今天可以如此的愤怒？因为呢，他其实当初拿下这一间公司是费了很大的力气。2018年的时候，他率领是文泰科技砸下了300多亿的人民币收购了安氏，而且他耗时了2年的时间，分成3个阶段才成功的拿下100%的持股，实现了全面收购，是当时被视为是中国半导体行业规模最大的一起跨境的并购案，也展现了这位是张学正当时破釜沉舟的精神。我们请导播来看到下一章，而我们关键的来看到的是，为什么半导体业务当时这么的赚钱，荷兰却是轻易的放手呢？主要的原因是，其实大家不知道的是，一开始安氏并不是怎么样赚钱的公司，是在张学正的经营努力之下，才华丽转身变成今天很重要的半导体金鸡母。那为何安氏卖给在文泰，也就是张学正接手之后可以快速的增长？关键点其实就是落在中国的市场。我们来看到，在收购之后，安氏的中国市场的营收是快速的暴增，从25%的占比，一口气几乎是2倍到了50%，并且中国一直在发展新能源车靠着新能源车的浪潮，车规的这个晶片月产能才可以达到80万片，支撑了它的全球15%的一个需求，瞬间的。安氏的毛利率从过去荷兰人经营时的25%狂飙到38%，产能利用率大幅飙升到95%，也坐稳了他们的一个经营模式，也就是在欧洲做研发，在中国还有东南亚国家做制造，并且在全球做交付的一个关键枢纽所以接下来要请委员来带我们看，川习会川普本来都已经让步了，为什么荷兰还要逆风跟中国持续杠去？而张学正花了这么大的努力，把不怎么赚钱的企业变成了一个很重要的金鸡母，为何这时候被这个荷兰给抢去？这个被偷走的胜利，张学正除了开除这3名的外籍人士之外，还会怎么做？王子复仇。国家有2个义务，一个是保护自己境内外国人的权益，一个是保护自己人民在境外的利益，这是国家是否有能力的2大焦点。现在张学正作为一个中国公民，在海外投资，遭到了这么无理的对待，
遭到抢劫，幸好他有一个祖国叫中国在外面给他撑着，所以他今天可以讨到相当的公道回来。但不幸，因为他的祖国是中国，所以他今天才温吞吞的去跟人家讨价还价。如果他的祖国是俄罗斯的话，那3个外国人马上被看报得丢到阿姆斯特丹的海港里面去了。中国就是和平的一个道路，所以不会采取这种激烈的手段。我讲这个话不是没有道理的哦。大家想一想看，前几天不是有个俄罗斯的影子游轮吗？被法国的海军陆战队扣押，马上就放了。为什么？因为俄罗斯就放话。你法国的船队是全世界第3大的船队啊，要从地球上消失是很轻松的事啊。法国马克龙再爱斗嘴，不敢吭一声，赶快放啊，赶快放！这个就是国家的实力，还要加国家的手段。中国是有实力，但是没有狠的手段，愿意跟荷兰和平相处。所以如果是俄罗斯的话，你那3个早就看报的啦，哈。现在这一场仗是中国一定赢了，是时间问题了。那因为会给荷兰压力，也不只是中国还有这个德国啊、日本啊，都会给他压力哈。那荷兰这是丢脸丢大。其实说穿了，我一直跟大家解释，这个案子是100%的贪污案，不是大家想象那种什么企业都不是。他怎么贪污呢？回过头来那3个老外的照片，这3个在干什么？他们这3个在做的动作就是一个很标准的投资银行的叫做 leverage buyout， 就是我是主管，我想控制这个公司，可是我没有股权，我该怎么做？我第一个动作就是去外面找钱，比如找投资银行啊、保险公司提供资金，然后让我把这个公司买下来，买下来以后轮到我们的管理团队来控制这个公司，这个叫 leverage buyout by management， 全文是这样子的leverage 就是外面借钱，杠杆buyout 买下来by management 管理阶层这么做的，可是这个做了，他们通常要有政府单位的配合。那政府单位要配合的话，第一个就是说要找法律，让政府单位有个漏洞可以使用。这个法律是什么？他们用的表面上是什么几十年前的法律，其实最主要的支撑点就是美国把文泰科技先列为一个制裁对象，然后再加上50%的法则，你的子公司也要跟着被戒。他们用这个理由去告诉荷兰政府，你看吧，安斯半岛有没有制裁啊，前途茫茫啊。然后你要批给我们，冻结他所有的财产，冻结他所有的职权，由我们几个人来控制这个公司。换句话说，他如果用这个方式来控制安氏半导体的股权财产的话，他很轻松的可以外面找到很少的钱，就可以来买下这个公司，不用那么高价钱来买。这是很标准的偷窃跟抢劫。那你说荷兰的财政部长懂不懂？经济部长懂不懂？当然懂，当然懂。那他为什么做这个事？因为要收红包。这一定是很大一笔红包。我公开指控荷兰政府这个过渡政府要下台，准备捞一笔钱，因为这政府已经选输了嘛，正要下台了，所以整个下台之前，这些人要准备捞一笔大钱，就是用这种方式在干。那这个东西，中国对荷兰绝对不可以手软。好，所以看起来从荷兰的官员开始有收贿的问题引发了这一系列这样子一场大风暴。但是厂商是无辜的，不管是欧洲车厂或者是日本车厂，他们现在急得像热锅上的蚂蚁掀起的是全球的晶片恐慌。来看几家重要的厂商，日商先来看本田部分的海外工厂10月28号被迫减产停产之后，最新波及的是日产、Nissan部分的九州厂自下周起也会开始减产它的畅销车款休旅车。德国的采孚 i 也被迫中断，员工要放弃了无薪假。另外是博世旗下的工厂已经准备了要休假保命。来请将军带我们看到这一场汽车业的晶片寒冬。另外安氏之争，将军又怎么看？中核最后谁会赢？我跟你讲，中国绝对不会输，而且一定非赢不可因为这个当然我们表面上面好像是2家企业的这个经营权之争。但是背后所代表的含义，代表中国跟欧洲2大这个
集团的一个这种互相对抗。那试问一下，如果说安氏这件事情中国让步来讲的话，那以后来讲，所有欧洲企业会不会有样学样？中国在这边比较好的、已经经营有力的金鸡母，他们就用这种抢夺、掠夺的各种手段把它抢夺去了。那此风不可长，此利不可开，这是第一个。所以中国非要把这场仗打到赢不可就动员所有全中国的所有的这种资源跟力量都要赢。第二个来讲的话，我觉得中欧这两个地方来讲的话，后续以后来讲，大家还是要彼此互相的合作跟共存那不能说借着用这种博弈、互相斗争的方式，那对全体来讲的话都不会有利的。所以这场战争所后面代表的含义，不只是安氏这个企业权的争夺而已。那为什么我说中国一定会赢呢？我们现在看一下这家安氏这家公司，它是主要什么？它是做汽车的这种半导体，也就是说，我们车子在开的时候，一辆车子大概有500片的晶片那个晶片不是什么高科技的晶片，不是甚至于连成熟晶片都谈不上，它大概将近1-2千奈米的那种晶片一辆车子大概有500-600片。但是是在安氏在荷兰那边做出晶片，然后完了以后，它到哪里呢？到中国的东莞、广东这边来做封装。大家要知道，如果说一个晶片你制造出来以后，经过设计，然后制造出晶片，然后完了最后要封装，封装完以后你才是可用的晶片。所以最后的这个出口端是在中国这边。那现在来讲的话，双方争夺到前一阵本来说11月7号的时候，已经有缓和迹象，也就让张学正回去再当CEO， 但是没想到这个安氏集团居然在这个时候又说了一句话，他不将这个晶片送到中国的东莞厂来做封装那等于说断了我没有晶片给你，那你看你怎么卖？对。可是问题是说，我说中国为什么会赢？第一个，在中国东莞厂，它还有很多库存，它可以现在用人民币供给在中国设厂的汽车公司，供给他们来使用，它还有库存的。第二个来讲的话，它不是很难的晶片也就是中国包括到中芯国际都可以制造出这种晶片，我只是后续来讲的话，到这个地方去安装嘛。那第三个，我认为张学正还有一家公司就鼎泰匠芯片公司，它一样可以设计它以后来讲的话，我用人民币来交易就好了。所以我觉得这次来讲的话这个中国在这方面一定会尽全国所有力量来帮助张学正以免欧洲其他的企业或其他国家政府有样学样，那确实是做了最坏的示范。接下来我们要来特别关心的是中荷之间的这个晶片战开打。那荷兰这个背后有没有美国势力的介入，这个都会持续做关心。荷兰这一次呢，针对中国大陆，他用的法律是用冷战时期的一个法律来夺下中国大陆它的安氏半导体厂那中国则是用断供来反击欧洲那么导致欧日他们的汽车产业恐怕有10天内就会面临停摆的问题了。今天就这些议题，我们会一起的来做关注。赶快来看到荷兰的最新动作，他因为在欧洲他这边已经正式的出手。彭博10月23号报道，荷兰政府突然间出手，就是直接暴力接管中国的文泰科技持股的这一家晶片制造商安氏半导体。那荷兰的代理经济部长怎么说呢？他说我们做这样子的接管是因为基于国家安全所以他们援引的就是冷战时期的一个法律，这个法律叫做1952年的物资可用法，直接来接管，并且罢免掉了安氏半导体的这个中国籍的执行长，他是张学正。好，他并且也警告说，警告这些中国客户说，而且我们做了接管之后，还会不保证中国子公司的产品的品质就会是好的。安氏半导体现在是怎么做运转的？带观众朋友稍微了解一下，主要是在欧洲这边做研发之后，就会送到中国厂这边去做这个晶片的封装。那根据了解，现在全球由中国工厂负责的全球70%的产品都是在中国厂这边来做封装的。一旦你的晶片在中国这边封装好之后，才会出口到欧洲国家去。那针对这一件荷兰的这个动作，北京立刻是祭出了反制措施。他怎么做呢？就是把中国厂跟荷兰的厂呢，它直接独立做一个经营，恢复的分公司的中国厂就直接只供中国自己的半导体做使用，也就是说不出口给欧洲国家做使用了，并且呢，所有的销售、所有的
的这个交易方式都是使用人民币来做结算的，会造成什么样子的后果？就是欧洲现在已经说了，主要的汽车的供应商跟零件商1周内就会面临到晶片断货的问题，而且10天到20天之内就会扩及到整个汽车产业。现在初步了解，包括了 Benz、B&W 或者是丰田等日系车厂都会受到影响。那么大众汽车也说呢，他们随时都会面临停产的问题。中国商务部长王文涛也说，荷兰的举动已经严重影响到全球供应链的稳定性了。除了说这些欧洲车厂会受到影响，包括德国，他们拿不到这一些很重要的晶片，他们也会受到影响。那进一步，中国它还祭出了这个稀土的管制，也会重挫艾斯摩尔取得稀土制作它的 EUV 光刻机。节目一开始请教厉将军怎么看了？安氏的中国厂号称只负责封装，为什么现在看起来中国先恢复供货，但是欧洲陷入在供应链的危机？这一场这个经营权之争，到底谁会先撑不住？厉将军，安氏半导体哈，其实它不是什么高科技的半导体了哈，你甚至于它连成熟晶片28奈米都谈不上，它甚至于是2000奈米以上的做这种晶片，那主要是做这个汽车车用的晶片，每一辆汽车这可能要上千片，它这种晶片啊，不管你去感测到，譬如说是自动驾驶哦，或者是说感应到这个行车之间保持车距等等，都要用到这相关的晶片啊才可以。那安氏半导体本来是荷兰的一家公司，由于它经营不善，都已经快倒了。那文泰科技，中国文泰科技就入股把它买下来，在文泰科技的这种经营之下，它转亏为盈。那当然我买下来的话，这个CEO 执行长当然由我中国来派。但是没想到荷兰政府借着说国家安全冷战的时候，这个物资可用法是配合美国，讲明了就是配合美国，然后硬是说是将他的中国的股权只降到只有1%，另外99%为他国有，甚至于冻结中国在这个安氏半导体的所有的这种表决权等等都把你冻结了，等于说是讲明了就是荷兰政府把这个安氏半导体抢去了，跟个抢匪一样抢去。好，那你抢去以后，你知道就是这个安氏半导体这个招牌是挂在荷兰哈，但是工厂是在中国东莞哈，你研发是在荷兰，但是生产都在中国。那你既然这样子出手这么恶劣的抢夺我，那中国很简单嘛，我就是不准你出口嘛，因为工厂在我这边，我货就不准你出口。但是没想到哈，这个荷兰政府也用了一招哈，他说，那你既然不让我出口，我就不发给你薪水哈。他说不发薪水给中国的这些员工，他们就没有薪水。那中国没关系啊，那我就把这个东西拿出来，我自己来卖。那你不准我不会卖到你欧美这些国家去。我中国自己也有汽车产业啊，中国也有很多的电动车，干嘛？我就供给中国的厂商，国内自己厂商来使用。我一样有钱可以收入，我一样有这个钱可以付给我东莞的这些员工，而且我卖给我自己中国的汽车产业来讲的话，它还可以说什么？就是用人民币来交易，就避开美元。所以我觉得这一场这个中荷之间这一场这个有关于安氏半导体的这种争论，最后的结局应该可以看得出来，最后荷兰必须要软下去，因为你事实上也没有意义嘛，你只是配合美国在做这个动作，做这个傻动作，等于自己在挥刀自宫，你知道吧？你是断了自己的生路。所以后续来讲，我觉得中国因为有足够硬的底气。所以在这场这个争夺大战之中，应该是中国占到上风，而且会获得最后的话语权，也获得最后的赢家。好，这个荷兰这次接管安氏半导体，有人外界看起来就像是好像荷兰就是直接用抢夺的方法。当然，荷兰是说，我们用的是有根据法律依据的就是冷战时期的这个法律来接管企业，并且开除中方的主管。他说这样子是为了保护国家安全，到底有没有正当性？汉庭怎么看？还是政治接管？荷兰政府所用的所谓物资可用法是1952年冷战时期出来的，而且那是用在战争时期紧急状态、物资缺乏的状况。那现在呢，它是用来接管了一个正常经营的企业，当然是有问题，就如同大炮打蚊子，而且这大炮呢还是从博物馆里面临时拖出来的。所以首先他扣上了罪名，因为你治理缺陷，所以我要把你给接管。但是他一方面指控安氏半导体做得不好，目前也没有拿出令人信服的公开证据，就好像一个裁判突然就闯进了球场，然后抢走一方的球，我怀疑你不会踢球，所以我自己下来踢。
那他自己能踢多好呢？这也不知道，跟法治精神背道而驰。而且关键是选择性执法，因为安氏半导体被中资的这个文泰科技收购之后，它的营收和研发都是持续增长，也为荷兰贡献了可观的税收。所以，如果荷兰这么做，当然没道理。所以背后还是地缘政治的因素嘛，它就是华盛顿的这个哈巴狗，种种迹象都表明了，它只是在配合美国的对华科技围堵。第一个呢，根据目前曝光的法庭文件，美国官员在2025年的6月明确要求荷兰撤换安氏半导体的 CEO 张学正，以此作为该公司不被列入美国出口管制的条件。所以这就表明了荷兰为什么要这么做，因为它会被美国的长臂管辖所约束。那第二呢，温顺小绵羊啊。因为连文泰科技的荷兰律师都指出，哎呀，我经济部在这件事情上为什么呢？因为我是跟着美国的温顺小绵羊，他自己都这样讲，所以他放弃战略自主、甘为马前卒的行为，对一个主权国家来说，当然是不明智的。那当然，这件事情呢，也再次印证了一个历史上的规律：核心技术买不来、求不来、也讨不来，最有力的回应就是坚定不移的走自主创新之路，将科技的饭碗牢牢的端在自己手中。那张将军又怎么看？那荷兰应该是也是面临在政治上面临美国的压力，他们好像也没办法。张将军怎么看？我认为到最后会采取妥协，因为为什么？因为这个安氏半导体，它的最重要的是它生产的是在中国大陆，研发是在荷兰。但是在这一方面的话，那到最后我们知道生产是最重要的。那现在这欧洲的库存呢，大概就有2个方法：第一个10天、20天结束了；第二个他要去寻找替代市场。那替代市场能不能那么顺利找到替代市场来拿到这些晶片？因为他在做很简单嘛，一个是电晶体，另外一个是晶片逻辑晶片。对，那就是2个啊。那赶快去找替代市场。如果能找到替代市场，这个呢还能够解燃眉之急。那如果找不，这只是一时燃眉之急。但是长远来看，还是要有稳定的供应源。那你还是要这个回到安氏半导体，大家来合作。那你现在真的要把它做撕破吗？而且我们知道，汽车制造业是欧洲非常大的一个制造商，所以这些晶片它一定需要这个，它量一定需求量非常大。你要找，就算是它要找到替代来源，但是也问题是相对有限，能够找到多少，能够替代多少比例，这是个问题。所以我认为，要真正的荷兰真的要解决这个问题的话，势必要找到一个折冲的方案，就是我认为是一个妥协的考量。替代市场只能解一时的问题，妥协的方案才能够赢得双赢。所以站在地缘经济的角度来看的话，目前最佳的方案还是走向妥协。好，杨老师呢？这个其实是在去年11月的时候，文泰科技就被美国的商务部制裁，但当时并没有制裁这个就是安氏半导体，因为那是在荷兰。属于文泰科技的子公司，虽然是100%的持有，那结果到了今年9月的时候呢，你就看到美国的商务部就把中国大陆被制裁的海外企业，如果拥有50%以上的股份，就要延伸制裁，这个东西就严重了。所以后来你就看到10月9号，中国大陆针对稀土就有一个0.1%的所谓的延伸管制，那这就针对美国的这个做法，那美国就想要找个案例来做了，就要求就对荷兰施压，针对这个安氏半导体。那安氏半导体其实它的影响的层面，你就大概会影响到一些出货的这个速度，你要找到替代并不是不容易。但是呢，它会影响到这个企业，文泰企业其实事实上是民工就是说各半的可是呢，它就好像是当初在1950年代，埃及把苏伊士运河给拿回来国有化，然后呢，英国就开始对埃及进行攻击，就叫做苏伊士运河事件，这不是很像吗？也就是自己这个，而且当时苏伊士运河本身虽然长久以来是英国、法国在经营，但是事实上老早已经在人家埃及的领土的范围之内。那现在是你经营不善，我进去把它买来，把它做好，而且对你的企业、对你的就业、对你的这个收入都有帮助。结果你把它就像一句话给拿回去，我饼就被你抢走了。那但不幸的是，制造在我这边，封装在我这边，那我就自己做，然后影响到是其他欧洲的这些汽车的供应商是可以找到替代，但是呢会到达，就算问题解决，也会影响到
这个文泰这个科技。那我是觉得他们就在等待什么？等待川习会，因为川习会现在尤其是费森特跟就是何立峰正在马来西亚要准备开会。开会，这个所谓安置半导体根本不是中国和荷兰的问题，是中国跟美国的问题。